学习系列，如何在家练就道地英语口说。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。我们今天呢，要来彻底打破一个大家可能都深信不疑的迷思，也就是你真的必须出国生活才能说出一口流利的英文吗？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切入重点。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阻碍了无数学习者前进的大哉问。真的必须出国才能把英文说流利吗？我相信啊，很多人心里大概都会觉得，哎呀，只要没有真正在国外生活过，这辈子大概是练不好口说了，对吧？但事实上，有太多无法反驳的证据告诉我们，环境真的不是一切。你们应该看过网络上那个爆红的中国川普吧？他模仿前美国总统的语调、神韵，甚至连肢体动作都简直是一模一样。但最让人跌破眼镜的是什么？他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。还有啊，我们这份资料的作者，他大学念的可是中文系哦，身边根本没有什么讲英文的环境，但他依然靠着一套超有效的方法，练就了非常流畅的口说能力。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出国留学过诶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为大家拆解4个超级反直觉的作弊代码，也就是4个奇招。第一招演员法，第二招玩家法，第三招主播法，第4招技工法。最后我们还会带大家迎战一个终极关卡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来看第一招演员法，也就是影帝级的模仿。你可能会想问，为什么我们应该要马上抛弃那些死板又枯燥的新闻广播跟读法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你需要把自己从一个觉得无聊的学生，立刻转换成一位奥斯卡演员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敢用角色扮演的方式。你可以去挑选一个你真心向往，觉得哇，他讲话好酷的对象，例如一位举止优雅的白宫发言人，或者是一个充满生活感的百万 YouTuber。在练习的时候，请你直接进入演戏模式，不要只是死盯着文字，用你原本的习惯念出来，而是要像演员一样去模仿他们的一切细节，不管他们的情绪起伏、重音放在哪里，甚至是他们的手势和神情，你通通都要模仿。你现在就是演那个人，这绝对能帮你非常深层地内化英语的韵律感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2招玩家法，也就是掌握 NPC 式的直觉问答。其实我们常常看到一种现象，就是有很多明明能看懂 CNN 监设文章的博士生，一遇到要跟真人老外对话，脑袋就会瞬间宕机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是因为啊，虽然我们大脑里装满了成年人的高深知识，但我们其实极度缺乏像外国小学生那种最基本的真实生活体验。要解决这种开口说话的社交焦虑，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认知觉醒，那就是讲英文的人其实都很像游戏里的 NPC， 他们总是不停地在重复那些固定的问答。真的，在日常的社交场景中，母语人士就像电玩游戏里那些完全可以预测的非玩家角色一样，在特定的场景里，他们通常就只会讲那几句固定的台词。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，当你去咖啡厅，服务生走过来问你 How do you take your coffee 的时候，如果你早就精通了这些基本的社交求生模板，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分析文法或是过度思考，你大脑的反射动作直接就会丢出 cream and sugar。就这么简单，只要掌握这些固定的模板，你的对话流畅度真的会瞬间倍增，而且能完美补足你原本缺乏的国外生活经验。好，马上来到我们的第3招主播法。这招的重点是你要打造自己的 DIY 读稿机。说到背稿，大家可能马上就会想到以前上学那种令人超级排斥的死记硬背，但现在我们要把它重新定义为建立大脑的基础建设。你可以试着针对你自己的人生故事，或者是一件日常发生的超糗小事，自己动手写一篇讲稿，这会带来3个超级巨大的好处哦。首先，你拥有了内容的自主权，因为是你自己真正想说的话，大脑的记忆绝对会深刻非常多。第二，这能确保你讲出来的句子文法是正确的。这么一来，你在讲的时候就能100%专注在情感的表达上。而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那就是
建立你的肌肉记忆。只要你把这些自己写的语块练到滚瓜烂熟之后，如果你遇到像外商面试啦，或是全英文简报这种超高压的环境，你依然可以像肌肉反射一样稳稳地存活下来，并且流畅地应对各种状况。接着是我们的第4招，记功法。简单来说，这是一个即兴补洞的练习。这招其实是一个给自己的即兴演讲挑战，它的目的就是专门要用来找出并且修补你脑袋里词汇库的那些漏洞。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请你严格遵循这几个步骤。首先找一个随机的主题，自己对着手机录制1分钟的演讲，然后强迫自己把录音存档，并且回头去听。我知道，听自己讲话的录音通常超级痛苦，超级别扭，对吧？但相信我，这招真的非常有效，因为它会强迫你去直视那些漏洞，逼你去查出那些你明明很想讲，却一时半刻翻不出来的词汇。打个比方，你可能讲到一半想表达，这真的是见仁见智啦，结果卡住了。事后一查，你才会恍然大悟，原来道地的说法是 "It's a matter of opinion"。接着，你只要带着这些刚学会的新词汇重新录制一次就行了。这种我真的很想把这句话讲好的欲望，绝对是你进步的最大动力。好，经历了这4招之后，我们终于来到了终极关卡，准备迈向爆发性的成长。如果你已经练了前面的招式，但老实说，面对真人的时候，还是会忍不住紧张到手心冒汗，怎么办？别担心，结合现在最红的现代科技，像是 SpeakApp 这类的 AI 工具，简直就是你的终极作弊代码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完美的社交压力消除器。它提供了一个绝对安全、完全没有压力，而且还很像在玩打怪升级的训练场。你根本不需要面对真人，却还是能体验到那种一问一答、超级逼真的对话感。你可以透过一次次的单元考验，还有那种过关斩将的成就感，慢慢把你的自信心给建立起来。在这条学习的路上，请大家务必要记住一件事：语言的进步从来就不是一条平平稳稳的直线，它比较像是在烧开水。刚开始你可能觉得都没什么动静，但是只要你愿意坚持，每天在家累积一点练习，撑过刚开始那段比较痛苦的适应期，一旦你的语量累积到了一个临界点，我敢保证，你最终一定会在某个不可思议的瞬间，迎来那种连你自己都会吓一跳的爆发性成长。所以啦，既然没有出国的环境这件事，已经不能再拿来当做我们开不了口的借口了。那么在今天这集深度解析结束之前，我想把最后，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挑战留给荧幕前的你。你愿意在今天就为了自己的英文口说，只花个短短的10分钟，对着镜子好好的演一场戏吗？这就是你启程的第一步，不要犹豫了，今天就开始行动吧。